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志光。今天呢，要来介绍给大家，就是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个蓝宝鹦鹉啦。因为它很可爱，可是我上网去找它的一些文献资料却很少。然后我花了将近1个半月的时间去研究它、摸索它。我决定要拍成一部影片，好好介绍它，让大家去饲养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到桌面上。OK， 我们现在回到桌面准备来讲解这个蓝宝鹦鹉。因为我觉得它很可爱，我想要推广给大家。然而我在要饲养它的时候，我上网去找了很多文献，因为我也不懂它。但是我去找了很多文献，却没有提到这个蓝宝鹦鹉详细的资料，甚至有一些，我讲真的他都懂得如何分辨公母，可是他却不愿意教。我花了1个半月的时间去观察这个蓝宝鹦鹉，我终于知道如何分辨公跟母。那它的饲养过程遇到什么问题，我在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像养这个蓝宝鹦鹉我们先需要知道它是属于弱酸性的水质，所以它很适合，如果你喜欢水草的人，它很适合跟水草一起饲养。它的领域性很强，它不适合跟其他的鱼只，异形也好，属鱼也好，金鱼也好，都不适合。因为它领域性太强，尤其是它要进入繁殖期的时候，它已经排卵了，它领域性会更强，攻击性更强。它虽然可爱，可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温柔。这点我觉得要饲养它的人要稍微思考一下。这个蓝宝鹦鹉是这是我们台湾人的骄傲哦。它的前身就是雪鹦鹉，红色的很大只，大约我像一个巴掌大的那种大。然后因为太大只了，我们台湾人就把它改良出来这个蓝宝鹦鹉。它的鳍是偏蓝色的，水蓝色，很漂亮，真的，你灯光打下去真的就是不一样。我觉得它不会很脆弱，甚至我觉得它比孔雀鱼好养，因为它在比如说，因为它是卵生的繁殖。它在排卵还是这些鱼仔孵化之后，其实你都不用人工去照顾母鱼跟公鱼，他们会照顾得很好。温度方面的话，其实它饲养的温度跟孔雀鱼是一样的，它最好的温度就是26至28度，当然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，过于高多少，过于低多少，跟孔雀鱼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解说如何分公跟母。网络上我看过很多文献，第一个文字叙述的有错误，第二个我有看到巴拉巴的水族馆，他有拍一个影片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不讲解什么叫公什么叫母，他直接还跟你说你自己看。我就决定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照片拍好，详细的让大家知道如何分公母。你们不教，我来教。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这个网络上讲的就是正确的。他说母鱼会有红斑，我们刚刚看到母鱼了，你看母鱼的确它有红斑，但是他们没有讲得很仔细。这个要成熟体发情期，它才会出现这个红斑哦。如果只是幼鱼，它不会有红斑。那是不是有人疑问，什么叫成熟期？它的大概多大只是成熟期？我跟你讲，5公分，5公分开始，它就会开始有发情，会有这些特征出现了。那所以这个红斑是成熟体才有。在年轻的时候，幼鱼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那通常我们去水族馆购买，如果你有要繁殖的话，这点你要注意。我把我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：2只太少只的饲养，3只不适合。你最好一次买4只、6只，越多只它越不会打架。如果你分批买比如说我这个礼拜
我先养2只看看，然后下个礼拜我再买另外2只看看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子会打架哦。它的地域性很强，所以大家要这个点注意一下。我们去水族馆买鱼的时候，它也一定不是成熟体，它或许是青年期，或许是幼鱼期。那我教大家用赌运气的方式。怎么赌？我跟你讲，你先观察，像母鱼，它身形比较圆润，母鱼身形比较圆润，公鱼比较修长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比较挑大小只，同一批鱼，你注意看，同一批鱼。你挑比较大只的，比较有几率是公的；比较小只的，身体比较圆润的，就比较有几率是母的。这是我去水族馆挑鱼的时候的我自己的方式。为什么公母分开？其实大家内行人都懂，不想让它一直在发情，不想让它们一直在交配。因为这样子，他们同一期的鱼跟没有发情，你没有机会让它发情的鱼比较下来，没有发情的，你抑制它发情的，它会长得比较漂亮，体型硕大，尾部扩展的会比较开。那你让它公母混养的时候，公鱼会时不时就去交配一下，时不时就想要去繁衍下一代。我跟你讲，它的体型会比较比较细长，公鱼体型跟不出来，尾巴也跟不出来。所以公母分开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抑制它一直发情，让它处于最佳的体型状态，所以他们想要分开养。就这2点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做到此啦。大家呢就看着我很用心拍好照片讲解给大家听的面子上，请你们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吧，不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。真的啦，我觉得分享出去才是重点。你分享出去，让大家别走冤枉路，别误听一些网络不实的谣言跟传言。这是我实际花1个半月的精力讲给大家的，不骗，而且是公开分享给大家知道。那我们影片下次见咯，记得按个订阅吧，大家拜拜。